大家好，我是 K 君。在这一期视频当中，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游戏的一开局只需要跑图就轻松获得4000多的钱币，基本不需要战斗，难度近似于白嫖啊，让大家的钱包鼓鼓，以后去澡堂都可以底气更足一点了。那么在开始四处拿钱之前呢，你需要有一匹自己的小马，有了马匹之后呢，我们才可以效率的跑图，快速拿到启动资金。那么关于战马的获取啊，我在上一期的最强开局视频当中呢，已经有比较详细的介绍。如果大家还没看过那期视频啊，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，先去看一下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赶紧进入正题。第一，先知亨利。汉斯少主在湖边扎营的时候啊，我们的亨利如果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就可以把身上的1400多块钱存到旁边山洞的箱子里面去，这样呢就可以之后再回到这里把钱取回。需要注意的是呢，在重获自由之后啊，一定要立刻过来拿取存款，不然呢，每过一天，箱子里的钱大概就会减少120左右。所以在你刚从木架上下来啊，就赶紧跑过来拿，应该是可以获得884块钱。好，这是第一笔大钱。第二，溺亡者与水妖宝藏。在史塔湖的西南边呢，游民营地旁边有一个叫浴场的兴趣点，这里其实是一个水坝。你呢可以通过和上哲勒约夫旅店的老板对话得知这个地点。在这里呢，你可以找到2个溺亡的尸体，其中一个尸体上是有物品的，也是可以卖一些钱。然后呢，比较关键的是在这个栈桥上的袋子里面可以找到138块钱以及一张藏宝图。然后呢，这张藏宝图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虽然画得很抽象，但大概呢也是能看得出它是史塔湖。宝藏的位置呢，大概就是在你序章摔下悬崖那个地点的正西边。然后你看图上画的是放在一个罐子里的。我们呢就可以回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沿着道路往前走，走到尽头的时候下马，然后呢贴着岸边走过去。从这个地方下水啊，然后呢，在这就可以发现水妖宝藏兴趣点。走过这一片芦苇，注意看左边，就在石头的下面有一个坛子，我们要找的宝藏就在这个里面。这里啊有120块钱。第三，初始村庄周围拾取点，第一个呢是正西边的小树林里面啊，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废弃营地。其中可以捡到33块钱。然后呢，在废弃营地的正北边道路上有一个旧神雕像，然后有别人供奉的食物和水，以及24块钱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来到初始村庄北边的这个小树林，在这个位置。在中间啊，可以找到一个死亡的长笛手。Oh God, he looks terrible. Why does he have a flute in his ear? 身上呢有78块钱，旁边还有一顶帽子以及一瓶旧石干酒。而且啊，你发现他以后回到初始村庄，找到执政官给他汇报，还可以再拿到70块的赏金。I found a dead body outside of town. Another corpse, just what I needed. And here, this is for reporting it. 我们搜刮完这3个点呢，就可以继续往北边走，一路朝着 Trotsky 城堡走。在城堡的正南边呢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采石场，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4点，采石场遗失的钱袋。这个采石场呢，在地图的这个位置。我们来到这里呢，先跑下去，这有一个射箭场。我们在射箭场左边的石头上啊，这里很难走，需要用跳来跳上去。然后在这上面呢，就有一个梯子，先爬上去。爬上去以后呢，还有一个梯子，啊，再爬上去。爬上去之后呢，我们往左边看，
这有一个树桩桥，从上面呢走过去，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小丛树，然后在这些树的下方呢有一堆乱叶子，我们走近了可以进行搜索，然后这里面呢就可以找到500多块钱。啊，这个是采石场下面一个人丢失的钱啊！你呢可以先和这个人对话，他会讲这个采石场的疯子一直在找他的钱。The other fella's been sleeping in a nearby dilapidated shack and coming here every day to look for the silver. 这之后呢，你也可以去找他，然后把这个钱交给他。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任务啊，你交给他以后也没什么好处，就涨一点点声望，并且了解到石匠这么一个词条，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交给他啊。这个我这里是直接密下了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先把钱还给他，解锁词条，然后呢，趁他不备，把他勒晕了，把钱再摸回来，啊，都可以。That's not enough. You're trying to steal from me. Everyone's trying to steal from me. You're in for an arse kicking, you people. 第5，偷包菜的呆子。在最初始的村庄呢，我们找到执政官，跟他聊天，可以了解到有人在偷包菜，还一偷就一整片田啊。Cabbage. 并且呢，你还发现地图上给你多标记了一个食品店。我们呢就可以跑到这个食品店，发现是一个专门种包菜的农夫。我们找他聊天呢，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。Cabbage. Just cabbage. 同时啊，跟他交易可以发现他卖5个包菜，我们这里把包菜买下来。然后呢，田里的包菜呢都是可以直接捡走的，不算偷。我们都把它捡走。在田的旁边道路上就可以看到一路吊着有包菜，我们呢就顺着这个路上的包菜一路捡下去。然后可以来到这个位置啊，发现它拐入了一个有小溪的位置，我们顺着这个小溪往前走。走到这里往左边看，可以发现有一个手推车，手推车里面又装了几个包菜，我们一起捡走。这一路上我们捡的包菜，加上从商人那边购买的，大概可以有28个左右啊。然后我们就上去，发现了泡菜山洞。这里面有一个人叫 Pepper， 我们找他对话。Well, I wanted to make sauerkraut and sell it. 这个 Pepper 非常喜欢酸菜，所以呢，他就要偷包菜。这里呢，我们选择吃酸菜。然后呢，不要告发他。Don't worry. I won't tell the bailiff. 然后接受他要送给我们的酸菜，这里可以拿到14个酸菜。这个酸菜是个神器啊，吃一颗回10点血，并且还可以给自己加上一个很长时间的活力加成。然后呢，没有重量，永远不会坏。你呢，这里可以留着这个 Pepper 啊，后面呢，每过几天，当这个商人刷新的时候，就去买5个包菜过来呢，跟他用包菜换成酸菜，可以获得非常多这个 Pepper 的酸菜。然后呢，在你攒了一定量的酸菜，觉得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呢重新回去执政官那里对他告发。You know how you complained about someone stealing the peasants' cabbages? I see. Well, here's a little reward. I'm glad I can stop worrying about it. 告发之后可以领到789块的赏金啊！如果你自己不想吃这个酸菜呢，也可以拿去卖。一开始呢就能获得的42个酸菜啊，差不多也能卖接近200块钱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第3笔的大钱。再下一个被埋伏的士兵，就在我们去找包菜贼的路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山谷。我们走进来，可以找到3具尸体。尸体上呢，分别有70块。39块
和30块钱，加起来也是100多块钱。同时呢，它这里还可以捡到骑士战锤以及非常多的普通剑士。然后呢，我们走到旁边的坡上面去，会有个小营地，估计就是埋伏这些士兵的人啊，他们的营地。这有个袋子，里面有维修工具以及5块钱。然后最重要的呀，是你一回头，底下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战马，你去找黑马贩子买下来呢，只需要1000多块钱。好，到这里呢，我们直接能轻松捡的钱啊，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兜里呢，也已经有了3000块钱啊。接下来呢，都是去搜刮一些财宝。然后呢，不同的商人啊，对这些财宝的收购价格是不同的，最好货比三家之后再卖出去。并且呢，你也可以先把这些财宝囤在自己的仓库里面，等到玩了一阵子，各地的声望比较高了，口才等级也高了之后，再拿去卖。一般都可以卖到它价值的1/3甚至1半。好，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有不少宝藏的地点。第一是游荡的醉汉，就在塞米村庄的正北边啊。你走到之后呢，里面这个人会要你离开，你直接拔剑跟他战斗。对方的装备呢很差，非常容易打赢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就是偷偷的摸进去，趁他睡觉直接把他勒晕或者刺杀。在他的身上可以捡到价值300块左右的金戒指。然后呢，他这营地当中也是有一个背包，以及一个袋子，可以搜刮一下。下一个是小偷营地，这个营地呢就在草药医生博珍娜的小屋正东边的一个小溪边。你呢从博珍娜的家里出来，沿这条路旁的小溪一路走，当找到了一个泉水的兴趣点之后呢，再往左拐。基本上就可以发现这个小偷营地了。这个营地当中有一个强盗和一只狗，建议大家呢等到半夜1、2点钟的时候，先观察一下，等那个狗子走开的时候，潜行进去，把这个强盗刺杀。捡到他身上的钥匙。就在他床的旁边啊，可以捡到金十字架，价值1400，以及一个金杯，价值700，以及一份锦缎，价值180。旁边呢还有一些灯啊、什么锡罐啊之类的，相对没那么值钱的小物件。在旁边的箱子里，可以拿到一身很好的装备，以及21块钱。第三个赏金猎人营地，这个营地呢也是我之前的攻略中已经介绍过的，但是呢上一次是直接进行战斗的。大家如果对于战斗没什么把握啊，可以一样等到晚上，等他们都睡了，再过来刺杀或者直接偷走宝藏都可以。这里呢，在箱子旁边的布袋里可以找到一个价值770的金杯。以及在一个掘开的墓边上找到一个金色圣杯，价值550。最后上哲里约夫的陶罐，我们来到哲里约夫的马车夫旅店，它呢是在哲里约夫这一个镇子的正北边，所以叫上哲里约夫。我们看，在这个村庄的北边有一条小溪，就在小溪的这个位置，我们先标注一下。然后呢，从这个传送点开始。一路啊，这样跑过来，沿着小溪一路跑，跑到这个小溪尽头，快到哲里约夫池塘的位置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陶罐，陶罐当中有一个300块的金戒指，一个60块的十字架。外加15块钱。
Very well then. I hope you'll be satisfied, my. 搜刮完这些财宝之后呢，我们最好去游民营地进行贩卖，尤其是那个马贩子啊，他在前期收购财宝的价格呢最高。同时呢，犹太商人和销赃贩子给的价格也都不低，我们都可以去掏空他们的钱包。商人的钱包啊是游戏中每2天进行刷新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卖完一波之后，原地等待2天，再卖一次。我们之前收集的这些财宝呢，卖个2波也差不多可以卖完了。Mr. I agree. 啊，至此我们就从一开始的一贫如洗，变为了手握4000多巨款的土豪。从此啊，在 Trotsky 地区可以横着走。好，这一期的视频内容就这么多。如果你感觉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转发。我后面呢还会做更多关于天国拯救的攻略视频。同时呢，我也有剧情向的视频系列，欢迎感兴趣的观众也去观看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 Show what you're made of. Pay you back. Show your